正要冲刺高考的高3学生突然被告知今年的高考取消，取而代之的却是参军入伍。同学们兴奋地接过枪，却不知道一场恐怖的战争即将来袭。然而和他们开战的并不是人，而是天上漂浮的紫色肉球。刚出现时，大家都以为这是外星人入侵，军队对它发动了攻击。没想到球体不但完好无损，还分裂出更多的球体，瞬间球体的数量已经遍布全世界。后来球体就一直悬浮在空中一动不动，直到1年后，一个球体掉落在首尔，球体里面似乎有生物在蠕动，于是长官下令发射火箭弹将它摧毁。没想到球体竟然完好无损，还发出紫色闪光。下一秒，无数外星生物涌出。这种生物看起来像海星，它们的触手却比刀还要锋利。瞬间，军队伤亡惨重。还好抓了几只怪物进行了研究，发现普通的子弹根本伤害不了它，于是研发出了地狱弹。这种子弹一枪就能将其消灭。不久后，政府为了补充兵力，决定取消高考，换成了学分制，并要求所有高3学生应征入伍，而且完成训练的学生才可以拿到学分。然而，大部分同学为了学分都会同意参加军事训练。很快，军队进入校园，军人们封锁了学校，每个班级有2个军官带队。训练第一天就给每个同学发了一把枪，随后就是体能训练，不停地进行折返跑。很快训练结束，学生们瘫软地回到宿舍。可晚上，一个球体突然坠落在学校，刚好掉落在3个学生面前。学生们出于好奇上前查看，就在学霸转身说话时，身后的球体竟然开始变身，不一会就变成一个巨型生物，一下将学霸吊了起来，紧接着用触手固定好他的位置，然后直接一口吞下。随后怪物竟又慢慢变回了球体，其余2人被吓得愣在原地。他们知道了球体的秘密，为了不引起同学们的恐慌，小队长要求他们保密。在接下来的训练里，学生们学会了组装和拆卸枪支，甚至还学会了开枪。可这天秘密就要藏不住了。学生们前往靶场进行实弹训练的路上，他们发现大街上空无一人，同学们感到十分奇怪。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街道的地下竟藏着一个球体。很快，他们进行完实弹训练，原路返回时，小队长察觉到不对劲，因为这里有战斗过的痕迹。他让学生们原地休息，自己带着军官去前面探路。此时有2个学生偷偷溜走，他们进入便利店找吃的。此时前方探路的小队长发现原本在地下的球体不见了踪迹，而班主任发现了少了2个同学，于是和班长一起在附近寻找。很快，班长发现一把被丢掉的枪，他弯腰捡起来时发现了一只断手。尖叫声引来了同学们围观，大家还不知发生了什么。这时老师发现前面的血迹，他想去确认是不是那2个同学的，结果却看到无数外星生物正向他们接近。老师拿起枪掩护着学生们离开，可子弹很快就打完，而同学们已经被吓得忘记了逃跑。下一秒，怪物刺穿了班主任的身体，学生们却还在原地尖叫。这时，一个军官赶来掩护并提醒他们快跑，可走神的瞬间，他被怪物削掉了脑袋。同学们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逃跑。而在便利店的2个学生也遇到怪物，看着怪物可爱的外表，其中一个学生居然伸出手要摸它，没想到怪物直接扑了上去，还好怪物的攻击被枪挡住了。紧接着怪物再次扑上来时，男孩打开玻璃门阻挡，再反手把它关进冰箱。他们意外地发现了怪物怕冷的弱点，不到2秒怪物就死了。另一边，学生们躲进商场，却没想到怪物们已经等候多时，纷纷爬了出来，就要向他们发动攻击时，好在小队长及时赶来。而另外一边有2只怪物伸出触手拉住一个学生的腿，身边的同学们用尽全力不让怪物把同伴拉走，还好被赶来的副队长所救。与此同时，3个女生逃跑时，其中一个也被怪物的触手拉住，怪物马上发动攻击扑了过去。幸好被赶来的女军官救下，可是女军官身后还有一只，只见怪物一下来到她身上，直接卸掉了她一只胳膊，接着再刺穿女教官的身体。一个女生见状吓得跑进车里锁上了门，完全不管另外2个女生的呼喊。此时怪物正向他们靠近，好在2人躲进了电话亭，关上玻璃门暂时阻挡怪物，可警报声却吸引了更多的怪物往这里涌。怪物们不停地撞击着玻璃，玻璃出现了裂缝，已经无法承受下一次撞击。还好小队长又及时出现，将所有怪物解决掉。但就在小队长打开玻璃门时，头顶竟然还藏着一只怪物，怪物扑向小队长，还好2楼的女生枪法了得，一枪将他干掉。危机解除，小队长把真相告诉了大家，球体里装的就是这些外星怪物，让他们参军的目的就是为了除掉这些怪物。然而话还没说完，远处传来响声，所有人都神经紧绷，以为是怪物，其实是那2个男生。随后他们回到学校，所有的人都像丢了魂似的，其他学生还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。回到教室，所有同学都不愿继续训练，他们不想因此丢掉性命，提出回家的请求。可小队长却说，现在学校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外面的人早就转移到避难所里，让他们待在学校训练自保的能力。可同学们却以为小队长在骗他们留下，于是他们为了离开学校，把真相告诉了全校的学生。没想到学生们听后不顾军官的阻拦，都想回家保命。就在场面陷入混乱时，一颗球体突然落下，所有军人严阵以待。随着紫色闪光不停闪烁，下一秒无数怪物涌了出来。军人们在前面掩护同学们回教室，学生们拼命往回跑，可后面也落下一颗球体，怪物数量变得越来越多，许多军人和学生被怪物夺走生命，场面变得难以控制，甚至就连小队长都差点死在这里。而管理军队的大队长见势不妙，竟想开车逃跑，然而怪物出现挡住了他的视线，车辆发生侧翻，他也未能幸免。
紧接着天空中不断掉落球体，所有学生开始往教学楼的方向跑。一个女生捡起枪，和军人们一起掩护着同学们撤退。突然有一颗球体直接砸向教学楼，还好并没有砸到他们。部分学生成功回到教学楼，他们赶紧锁死了大门。很快怪物赶来，他们不停地撞门，同学们吓得跑进了课室，而小队长也带着女生和他们会合。怪物破门而入只是时间的问题，他们现在必须拿上装备从后门离开。可这里也有许多怪物，然而他们只能硬着头皮上。小队长和副队负责火力掩护，学生们趁机上车。可是一个女孩突然脑子短路，她愣在了原地，说要回家找妈妈。此时怪物的增援赶来，车上的同学都在催促她赶紧上车，还好副班长将她拽上了车，但这也让副队错过上车的时机，只能眼看着卡车开走。还好他转头发现另外一辆卡车还没出发，然而这边也发生了意外，女生上车时脚下一滑崴到了脚，此时刚好车辆启动，她拼命的追赶，下一秒却被怪物扑倒，瞬间毙命。小队长听到动静停车想救人，却被赶来的副队拦下。小队长必须以大局为重，丢下女生带同学们离开。如今的城市已经被球体破坏，到处都是怪物，而小队长带学生们到了相对安全的军营。然而他们发现比他们早出发的卡车却比他们晚到，而另外一辆卡车早在半路翻车了，只因有只怪物混进了车里。学生们慌张地打光所有弹药，虽然消灭了怪物，但有一名女生受伤了。由于距离军营还有20公里，他们决定天黑前先沿路寻找休息的地方。离开时他们留下了记号，但他们不知道他们有可能等不到救援了，因为小队长提出要返回营救队员的请求遭到了长官拒绝。长官根本不在乎学生兵的生死。不久后，学生们找到休息的地方，可这里除了医药箱就没有别的物资。然而眼镜妹找到了一包方便面，她并没有告诉大家，而是自己偷偷吃掉。当她吃完想离开时，却发现了一只怪物，她大喊着寻求同学们的帮助。眼看怪物靠近，远处的学生扔出棍子延缓了怪物的速度，才能及时关上门阻挡怪物。可还没等众人喘口气，怪物竟然从烟囱爬了进去。众人听到动静赶紧躲进了房间，暂时安全了。另外一边，小队长违抗军令，和学生们一起返回救援。很快他们到达，发现了同伴留下的标记。此时受伤的昭妍病情恶化，他们必须想办法离开。智烈想起仓库里有一辆货车，而四眼想到一个办法，就是播放影片调大音量后，他们趁机从窗户离开。怪物听到房间里的声音会以为他们还在里面，可他们没走几步，房间里的电视突然没了信号。怪物这才发现想要逃跑的学生们，他钻进了烟囱想要窜出来，还好一个男生堵住烟囱为大家争取了时间。很快怪物窜了出来，向两人发动攻击，却被男孩拍毙。而两人趁机跑进了仓库，虽然他们成功找到货车，但是又被困在这里。这时副班长决定独自引开怪物，他制造响声把怪物引走后，同学们坐着货车离开了，而副班长却被怪物逼进了死路。就在怪物向他扑来时，红衣男孩出现，用液态弹将怪物冻住，他们还以为解决了怪物，却不知道他正在解冻。就在两人离开时，小队长赶来及时拉开他们，黄发妹一枪将他解决。最后大家终于团聚，他们安全抵达了军营。学生们还以为接下来可以安稳地休息一段时间，可部队的指挥官却要让学生们去当炮灰，因为这样可以减少部队的伤亡。小队长即使不同意也得执行命令。同学们将被派往参加消灭球体的行动。出发前，小队长给他们发了球体探测仪。很快他们到达作战地点，探测仪检测到大量怪物就在附近，所有人做好战斗准备。小队长启动玩具要将怪物引出来，声音很快引出无数的怪物。随着小队长一声令下，学生们发动进攻。瞬间怪物死伤无数，突然怪物们像是收到指令似的躲了起来。于是小队长下令找出所有球体，并将它们消灭。学生们两两一组开始清除这一片的怪物。他们消灭完怪物后，走进了一间学校，他们将要在这里度过一晚。突然站岗的黄发妹注意到远处的怪物闪着光，而天上也有闪着的球体，怪物似乎在和天上的球体传递信息。黄发妹在地图指出他们停留的位置，说他们就在这一块徘徊，而那一块地方刚好是一个避难所，意思是球体下一个进攻的目标就是那里。由于没有信号，他们无法和那边的军队取得联系。为了保护避难所里的人，他们第二天一早制定好计划，要将怪物聚集到这里一次性消灭。先找到以前部队遗留下来的低入炸药，装好引线后，分组去每个角落安置炸药。一组人到楼顶侦查，另一组去制造响声，其他人在楼里安装炸药。很快黄发妹发现球体开始移动，于是小队长下令行动开始。学生们打开了广播，把声音调到了最大。瞬间声音贯穿了整个城市，数不清的怪物正向这里涌来。可炸药还没安置好，但很快怪物已经来到楼下。小队长下令让所有同学离开，最后这里交给他来安置。然而学生们不同意丢下他，可在小队长的强硬怒吼下，学生们只好先走。很快他们到了安全的地方，此时怪物们已经进入大楼。等小队长布置好炸药，却发现自己下不去了。他换到另一个楼梯走，但这里的怪物更多，楼上楼下都是怪物。小队长只好原路返回，可过道上也全是怪物，怪物多到根本打不完。很快怪物包围了他，小队长直接从2楼一跃而下，虽然逃出包围，却摔断了腿。他踉踉跄跄跑上楼，在教室门口打光最后的子弹，他只能躲进教室锁上门。小队长知道自己必死无疑，和同学们道别后就下令引爆炸弹。소대장의 마지막 명령이다. 폭파. 실시한다. 이상. 最终学生们怀着不舍的心情引爆了炸弹，怪物破门而入的瞬间，炸弹响起。难道小队长就这样牺牲了吗？